文帝对于凌不疑的婚事是非常上心的，害怕程少商被别的男人抢走，所以上午程少商与娄家退婚，下午文帝就赐婚，定了凌不疑和程少商的婚事。霍君华死后，凌不疑假装与灵异缓和关系，在取得了灵异的信任之后，提议到郊外给他庆祝寿辰。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灵异满口就答应了。来到郊外村子之后，凌不疑包围了山庄，这时候的灵异反应了过来，但是为时已晚。凌不疑道出了当年的真相，并一一细数灵异的罪行。他要为死去的父亲、兄长、阿紫等报仇雪恨，让灵异付出全族的代价。凌不疑东窗事发后，程少商回到程家大病一场，凌不疑则被皇帝打发到边关，5年不得回京。程少商让哥哥将凌不疑的私印都还给了凌不疑。凌不疑5年后归来，早就是物是人非了。程少商身边有了元慎，而自己身边也有个挡箭牌骆继通。凌不疑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人，不管是嚣张跋扈的亡灵，还是为了他跳河的豫昌郡主，他从来没有玩弄过他们的感情。就算是被催婚的再紧，他也没有想过用他们做挡箭牌。凌不疑被都城女子爱了那么多年，不仅仅是因为他长得帅，深受皇帝宠爱，更重要的是他的担当。而骆继通是一个例外，凌不疑知道他贤惠外表下的蛇蝎心肠，若你真是个心善仁义的好姑娘，我一定离你远远的。霍不疑冷冷看他，少商嘴上虽坏，可他从不曾伤害过无辜之人。你嘴上说的好听，可害起人来从无顾忌。假七郎何辜？贾氏双亲老年丧子，何其无辜？当年程少商被五公主诬陷杀人，当时五公主很快事情就败落了，没有人猜到里面还有骆继通的手笔。盖因为骆继通平时装得太好了。程少商刚进宫的时候，有工人在骆继通面前挑唆，但是骆继通不为所动，所以一直到凌不疑重新回来前，程少商还是很喜欢骆继通的。凌不疑发现骆继通贴身丫鬟被灭口，以五公主的秉性，他没有必要多此一举。这时候的凌不疑就已经开始怀疑骆继通了。真正知道他心如蛇蝎，是在他杀了丈夫和公婆之后。贾七郎的双亲对独子照看甚严，对当年饮食应该有记录。骆娘子，倘若我让他们拿当年你给贾七郎所用膳食去试验一番，你猜会有何结果？寻常人可能只是不适，但用在体弱多病的贾七郎身上就是置人死地了。骆继通口口声声说自己喜欢凌不疑，其实不过是喜欢凌不疑的权势罢了。而凌不疑之所以会帮他隐瞒，不过是因为他当年救过梁秋飞罢了。不过凌不疑虽然放过了他，他却想要程少商的命，也幸好程少商是一个理科学霸，不过还是在凌不疑赶来的时候让骆继通逃走了。大火拯救了程少商，也让凌不疑无法抓到骆继通，但是这并不是一件好事。逃走后的骆继通却被乱臣贼子给分尸了，害人终害己。经此一事后，凌不疑和程少商终于和好了，两人终于可以甜蜜的在一起了。当初程少商之所以会落入骆继通的手里，就是因为拒绝凌不疑派兵跟着他。不过机智的凌将军虽然听了程少商的话，但是却派人跟着了骆继通。星汉灿烂中人物的坏都是大咧咧，没什么心眼子的，像骆继通这样的算是比较罕见的。凌不疑和程少商两人真的经历了太多。凌不疑本来因为血海深仇，并不想要招惹程少商，但是他无法看着程少商离他越来越远。在他被流放边关的5年中，他也想要程少商有个好的未来，甚至一直在护着袁家。可是听到程少商和袁家定亲，他又忍不住了，他终究是割舍不下。